我们来浅谈一下越南语的母音跟子音。那因为很多的越南老师已经把所有的基本母音跟子音的发音都教完了，都教过了。那基本上我们在这个环节，我们只大概讲述一下，针对你们的发音或者是一些字母的基础发音，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改善跟改进的，或者是一些疑问，然后我们需要加强的。首先，我们先来看到 A 跟 A 这个音，那这两个的发音基本上呢，在初学者他们是很难分辨的，也就是说，你们对 A 跟 A 会有点发不怎么出来，尤其是 A 这个音你会发不好。那我们来浅谈一下，来细分一下这两个音。我们先来听一下，看一些教学的发音，他们一些老师的发音，他们是怎么发这两个音的。A A A A， 你会发现到这两个音发音发起来是几乎是很像的，然后但是来讲，你可能不会抓到它的重点在哪里，也就是说，它这两个发音到底是怎么样用发出这两个有一个区别的。我们再来听一下另外一个老师的发音，看他有没有什么不一样。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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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你有没有发现到这两个发音，你听下来并没有很大的一个区别？这就是初学者最大的一个疑惑的地方。这两个发音它们区别不大，不管你的发音是如何，你就一定要跟你平常在讲话就是一定要对得上。那我是先学会单字对话，然后再来反学母音的，所以我是反过来学的方式。那我把我目前有遇到就是能够跟单字对上的发音法来跟大家解说。首先，我们先看到 A 这个音，那这个音它也就是跟我们平常发音的字母 A、B、C、D 的 A 是一样的。那很多老师他会讲，他这个就是念 A。那每个人的发音方式不同，那我的方式是采用它就是英文字母 A、B、C、D 的 A 一样 ，A 就很单纯的就是嘴巴发出 A 这个音。然后接下来下面这一个是 A 这个音，它比较不好发音，原因是因为我们在中文里面没有这个音，它的发声带跟我们平常讲话中文在讲话的时候发声带是不一样的，它这个发声带是喉腔这里由喉部这边去发音出来的，那是一种喉腔的音。我们来做一下发音示范。那这个发音我是把这两个发音极具化，也就是说把它的发音发得明显一点，就是它的发声方式发得更明显一点，让大家可以知道它是怎么发音出来的。那基本上越南人不是这样子发音的，那它不会这么的明显。那我把它明显一点的做法，就是一个是 A， 就是基本的前腔这边发音一个 A， 那另外一个是在这里的发音 A， 一个 A， 一个 A， 它的两个发音法是不同的。A 这个音它有点像是人家在问你问题，然后你在犹豫，然后会发出一种有关于这个问题我应该要怎么回你，也就是这个音，它的发声方式是很像的，而且发音是很接近的，所以你可以用这种想的这种发音法去想这个字。那越是南越的人，越是偏往西边，它的这种 A 音它就越重。有关于那如果越往北边，它的 A 音就不是很重。我们再做一次两个发音的比较啊，你们再可以仔细的再听一下，一个是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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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两个发音是完全不一样的。当你发下面那个 A 音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你因为是用喉腔去发音，所以你的嘴型很自然而然就会变成一种一字嘴型，就是一种微笑的一种嘴型。它这个是很自然去表现出来的。
我们来做一个发音的范例。假如它是中间那个字，它是 A 这个音，它的发音就是连。那如果它是 A 这个音的话，那么它发音就是连。好，一个是连，一个连，所以这两个发音母音就会不一样，它就会有一个类似像这种差别，一个连，一个连，好，它会完全不一样。我们来听一下当地人是怎么发这个音的。đẹp đẹ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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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đẹp。有没有发现到它的发音比较没有那么多的变化？它的变化是比较细小的，你必须要自己去辨别这种细小的差微。然后接下来这一个跟这两个组合的双母音，它基本上它也发 A 音，那唯一的差别就是它在发音结束的时候，它会有一个的尾音，所以它正确的发音我们会把它发成 A， 好，它就是 A， 好，它会有一个的尾音在后面。然后我们接下来讲 O 跟 R， 那这两个发音其实跟的发声原理也是跟我们的 A 跟 A 是很接近的。那我们先讲 O 这个音，它基本上就是从前腔带出，就是发我们的注音符号这一个 O 音，就是 O， 那嘴巴就是嘟起来，就跟我们平常正常发一样 O。那另外一个它就发音法，它就是一样，它把声音改成后腔，嘴型就是会自然而然把它张开，那它就是开口型的一种声音，就是哦。那我们现在来示范一下 O 跟 O 这两个的发音。那这两个发音 O 音，它们的发音都是发 O 这个音，只是说第二个 O 这个发音，它的那个发声带的嘴型跟它的发声带是不一样的。第二个发声带会在这里，那第一个发音是 O， 那第二个发音是 O， 它这两个的发音它的会不一样，一个 O。我们来看一下外面教科书都是怎么发音的。O A O A。接下来我们要讲跟这两个母音的结合起来，那么这两个它是一个双母音，基本上这个发音也发成 O。那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会带了一个尾音，跟那个跟是我们刚刚之前讲的跟是一样的，它后面都会有一个尾音。这个双母音呢，也同样也会有一个尾音，一个的尾音，所以它这个发音正确的方式是 O， 所以它会有一个尾音出来。那你在实际讲话的时候，你就要特别注意到这一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的范例，那么它这个范例它就是一个哆，一个哆。那这个的范例就是一个是哆，一个哆，一个哆，那一个是大小的大哆，这个东西很大，哆呱哆。有关于 A 跟 O 这两个音，因为中文它没有这个发音。在我们注音符号也没有，所以你在这两个发音都要特别的练习。那我都会跟人家讲，上面没有盖子的这两个音都很不好发音，所以你都一定要在初学者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多多的练习，才能够把这两个音发好。接下来我们讲一下跟那这两个发音也是很接近。那我们先看一下在其他的正常的教学，它是这两个是怎么发音的？其实这两个发音其实有点像，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你第一个发音它是这个音，它是就像我们注音符号的这个字，就是等于是我们注音符号然后它底下呢 U 又挂一个耳朵的那个发音是它主要的发声带一样也是发这个音，可是
它是把发声带改成由喉腔，就是喉部、喉咙这个地方发音。它这个发音有一点像是你如果遇到吃到很恶心的东西，或者你想跟人家鄙视人家，然后发出一个很恶心的一种声音，叫那也就是透过这个类似这一个发音方式，它所发出来的音，那个就叫所以它是由喉腔、喉咙这个地方去发音那我们接下来示范一下跟那这两个发音是很像，那一个是那也是一样，一个在前腔发音，那后腔发音呢，另外一个字是它的发声带是完全的在喉咙这里那一个我们现在来讲这个范例。那我们第一个范例，它就是像它带一个耳朵的，那我看，然后我们这个下面有一点摇篮的，那我们发音是那这个是菜市场的意思。那我们最常发音的是边摊，那就是所谓的槟城市场。然后接下来下一个这个字就 U 带一个耳朵的，然后跟 CH 配合的，那这个发音就变那这两个发音呢，我发一次的话，一个就是一个一个它会有一点不一样，一个是喉腔发音，一个是我们正常的前腔，就是口腔这边发出来的音，两个是不一样的。我们来听一下当地人是怎么发这个音的。接下来我们讲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子音，叫做 gi 这个音，也就是说那我们先看一段影片，看一下外面的老师是怎么教这一段发音的。好，那我们来介绍第三组辅音。那大家可以看到蓝色包括两个辅音，但是呢，它只有一个音，就是代表这两个是同音的。那我们要怎么去发音这个辅音呢？其实还蛮简单的，你可以把你的舌尖放在牙齿后面，然后气吹出就是这个发音。如果我跟的元音搭配，那就是 z。我当时看到这个影片，我当场傻眼，因为我觉得这个字不就是念乙吗？为什么它会念惹？然后我再看看其他的一些课本的教学，我们来听一下其他课本的教学，它怎么发这个音的。越人在讲这个是什么东西，那么他会讲干奶奶干鸡，他也不会讲成干奶奶干惹啊。我当时遇到这个音，我就十分的困惑，因为我在越南生活了10几年，我都认为这个音是以这个音。那当地人的发音习惯，他发这个音都会发成一，然后就是有点接近1、2、3、4的一。那我个人发音习惯会把它练成一，那这个是我个人的发音习惯。那你可以去学习当地人的发音习惯，当地人就是讲一。那我一直搞不懂为什么他们在教学会练热这个音。那我一直到我去问了一位桃园的周老师，他是台湾人，那他给我一个答案，最后蛮正确的，我认为他是所有里面回答里面最好的。那他是跟我讲说，如果在北越，他如果单独一个音，那么他是念乙没有错，因为我认为北越人就是讲 gi 来改乙的乙，他就是发乙的音没有错。然后但是他说，如果这个音如果有跟到其他的母音结合在一起，那么他就发热这个音了。所以在北越这个音它有2个发音，单独发音就变乙，那如果它跟其他音结合，它就练成热这个音。那我当场才了解说，原来北越是这样发音的。
因为我个人是学南越音，那在南越所有的发音都念乙，不管它没有所谓的惹这个发音，所以只要遇到 gi 在南越，一律就是发乙这个音，它没有别的第二个发音。所以我在这十几年生活十几年，当我看到一些教学老师的一些影片，让我困惑了蛮长的一段的时间，一直到周老师有跟我讲这一段的时候，让我才有觉得这个答案才让我有释怀了一点。因为我听北越人在讲话，改乃来改乙的，你去做什么来改乙去做什么的乙，他也是发乙啊，他也没有发惹啊。所以当你其他人在教惹的时候，我当场我都不知道怎么去回应这个影片。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个范例。那第一个范例就是乙，就是什么东西，这个是什么东西的什么。那南北越都念乙，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冉，这个北越是念冉，南越是念牙，薄牙报价薄牙，那北越就薄冉。然后接下来就是教这个字，那我们最常讲饶民就是老师，这个是北越的发音，饶民就是老师。那我们南越就念姚民这个是教师，女老师我们叫狗姚。最后这个就是介绍这个字惹土，那北越就叫惹土，南越我们比较简单就叫它野土。例如说我们讲哪时要介绍一个女孩子给我，那起老野土过来做安你看你什么时候要介绍女孩子给我，然后起老野土过来做安。我们接下来讲下一个单字叫 roy， 那这个在北越叫 roy， 就是很厉害的意思你很强很厉害 roy 瓜很厉害。那南越叫游，那我曾经有一次，我跟北越人在聊天，要跟他讲说你做这个事情很厉害，结果呢，我讲有一瓜，他听不懂。那我一直怀疑我的发音不标准，然后一直在跟他解释，然后最后我跟他讲那嗨瓜呢，他也听不懂。最后我们两个就在那边解释了大概1-2分钟，最后不了了之。我一度怀疑我自己的发音是不对的。一直到多年后我才知道原来北越人他对这个音叫肉那南越他叫油那这两个大概它有就是在这个情况就是我讲的一个是惹发音，一个是乙发音。那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假如你是在北越，那它是单独存在的话，那么它就是念乙这个音。如果它是在有跟其他的母音gi 这个有跟其他母音做结合，那么它就念热。如果你是在生活在南越，那这个音它不管有没有跟母音做结合，它就念乙，它没有第二种发音法。然后我们接下来讲一下介音。那在整个越南语里面有2个字，它有可能跟母音结合的时候，它有可能是个介音。那也就是说，它在有乌或 o 这2个音的时候，在某些情况下，它会变成介音。那首先我们把它发音成，这些都会变成这些介音发音的母音都会发成乌的音。那念介音的时候要轻快的念过去，然后再来清晰的去念后面的母音。这个是它介音的念法。那我们来看几个范例。第一个就是花，就是花朵的意思，和蛙花乌啊，所以它是发乌的音，而不是发 o 的音。它不是 o 啊，它是乌啊和乌啊花。然后这个就是花朵的意思。那第二个就是葵空，就是我们如果问好的话，你最近是好不好？我们有时候会用南越很常用葵空这个字去问人家，可乌葵这个是很常见的。然后再来就是宵夜，那安亏
安亏就是吃宵夜的意思，然后亏就是夜晚的意思，就是深夜的意思。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推这个字，推是租的意思，就租什么东西，租带什么东西。那这个字的发音就是推。那我最常用的这个字就是推 C， 推 C。那推 C 就是租车的意思，我很习惯去租摩托车。我们的推 C 买，就是指出摩托车。接下来我们讲一个经典的范例，就是所谓的 C bit， 就是所谓的公车。你会发现到那个乌音bit 这个音，它的乌音是带过跳过，它几乎没有乌音出来。那它就是后面的直接就是练后面的母音 Y C bit， 所以这个很明显的一个介音在中间，然后就后面直接一个一音。其中有一点要特别的注意，就是说乌哦跟乌哦这两个并不是介音跟母音的结合，所以它这个乌哦跟乌哦是双母音。接下来我们讲一下这个子音这个看起来就是 ABCD 的 D 这个子音，这个子音基本上我在学习的时候，我是把它发成 ear 这个音 ear。那这个是南越的发音，南越它基本上念这个音就念 ear， 北越它在念这个音的时候，它是念热，它是念热。那在北越它那个 R 字等于 GI 等于 D。也就是说，这 R、G、I 跟 D 这三个发音是一样的。这个是在北越的子音里面蛮特别的一个状况。基本上这三个音都发热这个音，然后在南越它在 V 这个音，它有时候会发 ear。可是正常我在南越生活的话，基本上70%-80%都还是发 m 这个音，V 这个音它还是发 m 这个音。可是越偏西的人，他们会把 V 会当成 ear 这个音去发音。像我比较常听到的就是 V 尾，那基本上有些人他会练优野，那他那个 li 尾 li 野，就是最常遇到的都是这一些发音法。然后这个是南越这边的特性。那当然啦，你把它练成 V M 这个音，它也是可以。基本上南越人都听得懂，不会特别说你一定要去把它念成 li 野li 尾。基本上呢，在南越，如果说我们讲回家 li 尾，那基本上在南越，他们90%的人都听得懂，99%应该都听得懂。那只是如果你会念成有这个音的时候呢，li野的就回家就讲li野会比较接地气，因为在当地比较 local 的这一边的人，他比较接地气的时候，他会念成野这个音，就是 m 会改 y 的音，那这个会比较接地气一点。接下来我们讲一下 n 与 l。那 n 我们正常讲是发 n 的音。L 我们正常是发了的音，但是在北越有很多的人，他基本上他是 N、L 他是不分的，他都发成了，都发成 L 这个音了这个音了。我們先看段影片，你可能會比較清楚一點。Thì tôi nói thế mà. Cô nói gì đấy? Nói lại xem nào. Nói ạ. Ôi, nó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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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hông được. Cô phải để lưỡi như thế này này. Là... Nó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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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Ôi. Nói. Ôi giời ơi. Phải bình tĩnh. Như thế này nha, nhìn kỹ nha. Nó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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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Ôi giời ơi, như này thì hoa hậu với quả hậu cái gì? 刚刚那个影片可以看得出来，有一些人他在 N、L 他是不分的，他是没有办法发 noi 这个音的。那在我的身边有很多的一些北越人，基本上他有一些就真的是这个发音。那像我认识的河南人，他是河南省人，他发音他就是这样。
好，它就是 NL 部分，它在那一地区的人，他发音都是这样。靠近就是所谓的鹿茸湾那一带的，哦，那通常在北越南边这一边人会比较多一点。南越人很喜欢用一个绕口令去绕北越人，好，他会讲说 “on 蝼瓜松”，那基本上北越人很多人发音成 “on 蝼瓜松”，基本上它都一样，后面那两个音它都是一样的。那这个你可以慢慢的去体会出来，这个当地人在讲话的一个习惯。我们来讲一下 TR 跟 CH 这两个字。TR 这个子音在北越，它基本上它是发扯这个音，基本上他们在发这个音没有那么的明显，就是扯这么明显。一个发扯，那 CH 呢，这个发 j， 那基本上他们这两个很多人在发音是很接近的，那不会像我这么的明显。那我发音是不是我为了让这两个音比较有所区分，所以我一个念扯，一个念这。如果说我要去区分它的话，但是因为我生活在南越TR 跟 CH 这两个发音是一样的，一律都发这，所以没有发扯这个音的，所以我基本上我生活在南越，基本上我都发这。好，南越人他们在讲话习惯发音会往后腔带，也就是说他们在讲话的时候，那还是就很容易把正常前腔发音的地方都会很容易往他的喉腔那个地方带，所以你那个扯这个音，它基本上它就是这扯到后面就这就变成这了。所以南越人他们讲话就是 TR 会等于 CH， 就都念这个音。我们来听一下有一些教学网站它是怎么发这两个音的。那首先我们听这个北越音，这你有没有发现到这两个发音几乎是很像？几乎我听不怎么出来。那所以如果你听不怎么出来，你硬要把它区分，那你就可以采用我的方式，一个念车，一个念泽，那这样子你就比较容易去区分。这个范例它是北越音，都让你这么不明显去区分，那更何况那个我们这些在学习的过程的人，反正我们所要的是它的送气方式，那我们就把它发明显一点。像因为我在学很多的一些子音，我都会尽量把它做的比较更夸张一点，更明显一点，让我比较好区分它的送气方式。这样子的话，我在对我的发音会比较有所帮助。我们来讲一下 L 与 D 那 D 这个还有一横的这个发音，基本上 L 这个发音我们是发了，然后有人说它是弹舌音，就是舌头往上抵，然后直接把气给送出去，就有点像特的那种发音法，就是按特的发音法直接给它发了。那另外一个这个 D 多一横的这个音它也发了，只是它是卷舌以后直接把气留在舌根里面了的发音法。那这两个东西是很接近的，那很难去区分它。那我个人的区分方式，直接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一个有卷舌，一个没卷舌。我直接用这种方式是直接把它两极化。那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要不要用我这种方式去学习这一两个音的区别。我们来看一下教学系统是怎么发这两个音的。了你有没有发现到这两个发音几乎是很像的？那我唯一的区别方式就是一个把它卷舌，一个没有卷舌，我只能用这种方式去区分。这是我
试过很多种方法，我唯一找出来的方法之一。我们大致上把整个越南语的发音过程大致上都讲得差不多了。那这个是我个人的学习经验，那这个也是我个人的学习发音法。那不见得一定是属于越南他们标准的学习过程，每个人的老师跟学习过程都会不一样。那希望我的方式能够帮助给大家。